范泽人深知，要想真正改变土匪寨的命运，必须得到大当家的认可。毕竟寨子中做主的是他，底下的土匪们也都只听他的话。于是，范泽人和徐彪虎一起前往大当家的住所。他们挑选了一个没有太多人的适当时机，来到大当家的住处。安静的房间内，即将展开一场关乎许多人生死存亡的谈判。大当家罗丹天坐在位置上，眼神冷漠而犀利。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没人能挑战他的威严。范泽人才刚要开口说话，便被罗丹天一掌打飞，慢了半拍，他才感受到胸口剧痛，身体像是失去了控制，坠向地面。罗丹天冷笑着，眼中的杀意让人不寒而栗。你算老几，也敢这样闯进我的房间？他的声音冰冷而威严。就在罗丹天再次准备出拳时，徐彪虎突然挡在了范泽人面前。大哥，你冷静点。他的声音坚定而冷静，也顺势出拳挡住了罗丹天的攻势。罗丹天眉头一皱，这是徐彪虎第一次公开的反抗他。徐彪虎和罗丹天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他们的招式精妙，看得出两人用的是同样的拳法套路。罗丹天使用的拳法更阴狠毒辣，徐彪虎则是更刚强威猛，每一招的威力都不容小觑。两人之间的交锋十分激烈，他们的拳招迅猛而凌厉，庞佛两头猛兽在搏斗。他们交手了10招20招，彼此都不肯示弱。你这是要反？罗丹天的声音带着怒气，气喘吁吁。大哥，你就听听看他说的吧。徐彪虎身体素质极好，即使是过了好几招，他仍面不改色。他一点都不愿意和罗丹天动手，但为了保护范泽人，也不得不出手接招，否则不会武的范泽人根本不是罗丹天的对手。怕是还没说上半句话，人就要没了。必须先让罗丹天听听范泽人的意见。你竟为了一个外人对我拳脚相向？罗丹天眉头紧皱，不敢相信从不敢违抗他的兄弟，竟然为了这个没来几天的外人，要和自己作对。徐彪虎赶紧解释：大哥，这个人很聪明，他能够解决寨子的危机。你糊涂吗？他一个乡下来的小子，如何能解决整个寨子的危机？罗丹天的声音充满愤怒。大哥，两人争吵了一阵子后，房间里陷入了沉默。突然，罗丹天一个转身，越过眼前的徐彪虎，猛然地往跪在地上的范泽人打出了一拳。范泽人已经做好了被打的心理准备，没想到疼痛并没有传来。张开眼，是一道魁梧壮硕的身体挡在他的面前。徐彪虎一个转身，硬是生生地替范泽人接下了罗丹天这重重的一拳。一边是救命之恩的大哥，一边是可能改变寨子命运的机会，两个对他都十分重要。大哥，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徐彪虎眼神充满坚定。见状，罗丹天深深地叹了口气，收回了手，慢慢地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示意范泽人发表他的看法。说吧，你只有一次机会。范泽人缓缓从地上站起，拭去嘴角的血迹，他的脸上带着一丝自信的表情，眼神和徐彪虎交汇，蕴含满满的感谢。从阳城到邺城，这里是最近的必经之路，往来人潮流量之大。如果将这条必经之路改建成休憩的茶馆或是能过夜的客栈，途经的人自然会有需求，收入自然会稳定成长。还有身强体健的男丁可以在阳城和邺城驻点，看往来的人是否需要保护。山中野兽凶猛，且山路蜿蜒难走，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必定是再好不过。而一旦这里土匪消失了，更多的商队也会更常经过此处。长久发展下去，一定会让这里成为安居乐业的村落，而官府自然也无法干涉小本生意。这样一来，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劫匪了。他深思熟虑地说道，话里话外都是为了寨子的大家着想。罗丹天沉吟片刻，他知道范泽人的话有道理。他虽然身为土匪的身份，但心中也渴望着一个稳定和平的生活。况且最近的收入确实不稳定，还有其他寨子也会互相抢夺资源，自然是越来越难做事。范泽人坚定地说道，这个提议除了能改变土匪寨的命运，让这里走向正道，让寨中的老弱妇孺能够温饱，还保证大家的安全。罗丹天听了范泽人的话，眉头微微一皱，沉思片刻后问道，我如何相信你？你大可直接逃走或是背叛我们，你也不是寨中的人。范泽人抬起头，眼神坚定地回答道，我虽然不是寨子的人，但我知道没有人想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徐大哥也是一样，他心中还有正义，不然怎会对人质都如此和善，不然我也不会与之交心了。而大当家，你成立寨子也是为了救活这里的所有人，如此这般，我又岂能坐视不管？这个世道虽然不公，但总要有人先做出改变。范泽人越说越激昂，他胸怀大志，想让所有平凡百姓都能平安过一生。罗丹天豪爽地笑起来，说得很好，
当时真的没看错你，但其他寨子又怎会善罢甘休？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在大当家罗丹天对范泽仁的改革方针提出疑虑后，范泽仁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大当家，您对徐大哥的武功有几成把握？其他寨子中有人能胜过徐大哥吗？”彪虎的武功是我教给他的，但他青出于蓝，不到几年便超越了我，现在至少是2品高手，其他寨子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人物，否则我们的寨子也不会占据在这山头最好的地方了。罗丹天满是对徐彪虎的骄傲和肯定，后者不好意思地咳了一声。世界上武功分为1到9品，1品最强，9品入门。世界上的高手甚多，但寨子中有个2品高手却是少见的。通常能到2品的人，不是武将门第，就是有独门功法的江湖门派。像徐彪虎这样只学了不知名的拳法套路，而却靠自身感悟练到2品的人少之又少。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地望着罗丹天，继续道：“我愿意去当说客，去说服其他寨子联合，想归顺投靠者一律接纳。反之，就算有人故意刁难，凭徐大哥的武力也绝对不会输。是个聪明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徐彪虎听了，立刻拍拍胸口，坚定地说道：“大哥，我办事你放心。”罗丹天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凝视着范泽仁和徐彪虎，最终点点头，表示同意范泽仁的计划。他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尝试，但也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这样的日子真的不该再继续过下去了。好，你去做吧。得到罗丹天的点头同意后，范泽仁和徐彪虎相视而笑，他们真的成功说服大当家了。于是，范泽仁和徐彪虎便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辛苦的说服工作。他们走访各个土匪寨，向其他寨主提出自己的改革方针以及归顺土匪寨的好处。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寨主开始动摇，表示愿意考虑范泽仁的提议，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寨主，往往都是些顽固己见、不肯妥协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范泽仁和徐彪虎也没有强求，其中有些想用武力解决的人，也碍于徐彪虎的名声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一番艰苦的努力之后，许多寨主表示愿意加入范泽仁的改革行列。他们的加入不仅为范泽仁带来了更大的支持，也为整个土匪寨的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有60%的土匪愿意参与改革，其他不参与改革的土匪也因不想被新成立的匪山联盟围攻而离开了匪山。事已至此，算是开了好头。范泽仁心中一喜，虽然这只是刚开始，但也是一个希望。他将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承诺，带领土匪寨走向一个全新的未来。但近日来已经资金紧缺，温饱都成为困难，又该怎么修茶馆客栈呢？正当大家为钱烦恼时，小弟匆匆来报告，有钱的商人家属已经派人送钱过来。这笔钱扣除众人基本的生活费用之后，剩下的就成了茶馆的启动资金，并且人质也都被顺利放走了。这样的好消息传来时，范泽仁和徐彪虎都不禁松了口气，这意味着他们的计划正进展顺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范泽仁立即商讨着下一步的计划。他们需要将土匪寨改建成茶馆，并提供保镖服务，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向外界展示土匪寨正走向正道的重要举措。我们需要在县城放出消息，让外界知道这里有茶馆和保镖服务。范泽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彪虎点点头，表示赞同。是的，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客人来这里消费。两人商讨着详细的计划，如何在县城宣传这一消息，如何确保茶馆和保镖服务的品质，以及如何管理好土匪寨的兄弟们。正当范泽仁和徐彪虎忙碌住筹备下一步的计划时，又有一个消息传来，有部分兄弟已经驻守在2个县城，也已经把茶馆成立的消息放出去了。这个消息让范泽仁和徐彪虎都感到欣喜。茶馆也是老旧的房屋改建，花费的金钱比想象中少了许多，剩下的就是茶水、酒食等等的物品采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土匪寨的改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再麻烦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这里是图说故事录，我们下次见。